欢迎您至少先前大白话，我是王尚志。在这节我们关注国际新闻，先来看俄罗斯方面。那么有关于这个俄罗斯的瓦格纳佣兵团一日兵变，现在被证实了是由白俄罗斯介入调停的嘛？所以这个部分是一天之内就落幕了。主要是短短24小时之内的戏剧性变化，是由白俄的总统卢卡申科斡旋调停的。那么于是最后呢，瓦格纳的部分的首领同意撤军连夜从俄罗斯南部的顿河畔罗斯托夫撤出了啊。那么主要也是因为白俄罗斯的部分的总统，那么跟叛军的领袖这两位他们是20多年的老交情了啊。那么现在传出说这个撤军有两个说法，一方面有人说这个撤退到就是撤到白俄罗斯，另外一方面也有说法说现在是行踪不明。但是整体来说，都分析对于俄罗斯熟悉的专家都认为，以普京的性格的部分向来都不会原谅叛徒，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那么这多方面的都是几十年的交情，有没有可能除了现在这种兵变落幕之外，那么整个叛军的后续会是如何呢？大家也蛮好奇或蛮关心的啊。所以现在当然这里有针对这次竟然会出现这个有关于对于普京或者是克里姆林宫的叛变，在整个包括西方的媒体当中都认为，也包括布林肯也都说，普京的领导权威出现真正破口，这是这一次佣兵团叛变的当中的最主要的意义。当然话虽如此，背后有没有所谓外国或他方的势力在从中的搅局呢？现在美国媒体多方都表示说呢，美国跟盟友无意选边站，免遭口实。因此在这一次的有关于整个瓦格纳集团的兵变这个部分事情，那么包括美国方面，美国国务院也都表达了，对驻外使馆表达了东道国政府表达说，美国无意介入此事，大家都在撇清撇清主要是因为是不是对很担心普京的部分会有强烈的报复的意图呢？布林肯说，美国是关注俄罗斯的国内局势，但没有掌握全部情况，相信吗？美国会都没有掌握嘛？北约方面也撇清说跟叛乱没有关系，那么到处都在撇清，但是唯独可以看到部分其实是武契奇。武契奇其实他特别提到说，有外国势力参与和支持这个叛乱事件当然它是一个暗示性的部分说法。他说这个是从过去长久以来都是有外部参与这样子的部分事件，包括在他们自己本身的国家。当然这次的叛变事件最高兴的当然就是泽伦斯基了。泽伦斯基其实不只是不断的在披露他这个部分，在他的 Twitter 上面不断的一直在提到有关于叛军事件，他也还甚至都说普京可能非常害怕，已经藏身安全之处了，有各式各样，还说他躲在某个地方，说普京制造了这种威胁，有各式各样的部分的说法呢。但是现在没想到在一天之内，这次的叛变的部分就竟然告个段落了，比想象中的时间还要短。那么现在普京究竟人在哪里目前还没有被确定，那么他也没有对此有具体的部分说法，以及后续会怎么样的处理。但是看得起来，各国的媒体其实都提到，也在追踪，包括普京方面是不是有传说有一架专机升空，是不是他落跑了呢？也甚至有人说他跑到土耳其逃难了呢？这当然都是西方媒体的说法目前都没有任何进一步的消息。但是呢，这里头可以看得出来，俄罗斯跟中国，那么中国刚好中俄的副外长在这个时间会面，那么针对这一点当中，大家很有默契，中俄双方没有提瓦格纳兵变这件事情。不过后来其实外交部是有回应了，他回应说这是俄罗斯方面的内政，他作为中国作为俄罗斯的友好邻邦，主要还是支持俄罗斯维护国家稳定，能够实现发展繁荣所以中国的态度看起来是比较保守的。郑南兄，感觉起来其实大家虽然都在看热闹，国际之间，可是好像还是比较小心生怕连结到这次叛变，这个担心是来自于哪里呢？我觉得都是美国媒体在炒作啦。是，事实上，那个俄罗斯昨天有公布一个视频就是那个在整个期间，普丁本人在克里姆林宫在做决策。对，还有当天的画面那这个目前你可以看到他的安排嘛，就是本来那个瓦格纳跟国防部就一直不合嘛。对，那国防部最近刚公布了一个叫那个瓦格纳的重组方案
那就在这几天前那就在23号晚上9点，那个我们说那个 Prigozhin 他就在 Telegram 写了一个推特嘛，不是写了一个 Telegram 说他们被攻击了，是那通常国防部都一直否认然后他就开始所谓正义游行往北走，往莫斯科方向走对，死了一些人嘛所以主要是因为他要重组对，那它里面有一些是囚犯兵嘛，那囚犯兵你国防部怎么可能留用呢？所以它里面几万人很可能会被裁了所以这个基本上的矛盾点是在这个国防预算资源分配还有未来的定位了那站在普丁的角度，这个制度改革案他不可能不知道对，那他也不可能说在第一时间就不支持他自己的国防部长跟参谋总长因为瓦格纳是直接点名这2位嘛，没错那我觉得 Prigozhin 他可能低估了普京就是他在24号早上9点就发表演说嘛，那就直接定位说这个就是叛变，那整个氛围就开始扭转了，因为 Prigozhin 在沿线走过来的时候，还有一堆民众在跟他打招呼他们拍照好像欢迎王师的对，可是，在普京演讲之后，大家就知道这个局面不是开玩笑的因为军队如果进入莫斯科，坦白讲这个俄罗斯历史上会联动出哪些军队的移防，没有人知道没有错所以无论如何，我不能让你进莫斯科嘛。对，所以你刚刚讲到的卢卡申科才会介入，没错。那这个介入，我觉得就蛮有意思的，因为俄罗斯的那个总统府发言人已经公开说了啦，说他们达成几点妥协嘛。对，第一个就是参与者刑事追诉全部不追究，没错。对，那第二个就是没有参与的，国防部会把你们整编进来，那现在有一个江湖流传的是第3个说法，这个可能不好说了，因为他有一些是囚犯兵嘛，是剩下的怎么办？可能会继续让你到非洲去当佣兵那接下来就是普里戈津本人移防到白俄罗斯，对，那这个是白俄罗斯欢迎的因为他害怕波兰会打他，没有错，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怎么会是影响到普京的政权呢？我不知道这是如何推论出来的。而且说是一个破口谢大使。其实这个如果照实际状况来推断推演这个西方这个整个散播的谣言应该跟事实正好相反，应该相反，因为这个事情能够在24小时里面就弭平对，应该就是说，普丁他所率领这个政府党政军各界一致勤王，以后，所以呢，普里戈津他就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是因为这种揭竿而起的事情能够成功，一定要四方响应，没有人响应的话，事实上就是孤军奋战。而且是不义之师嘛，是。那基本上这个普丁很快就把这一次所谓的这个兵变作为一次所谓的叛国行为以后那很多报道就是说，俄国的各方面的党政军的基本上就对普丁开始效忠，是一效忠以后，这瓦格纳就晓得根本就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了。那本来他的出师基本上就是为了争取他自己本身的利益的，对，他不是说真正为了国家的利益这个自己的利益就是说，他现在是面临被裁编嘛、收编嘛，因为俄罗斯国防部说，你们这些都要开始签约了，对，因为他本来在这个俄罗斯的法律体系，瓦格纳就切身为民，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产物。那当然他在战场是骁勇善战可是就是说有一些尾大不掉的情况的话。那任何国家都会对这样子的部队采取某种程度的约制，那没想一约制他就要造反了是，虽然这个瓦格纳的这个普里戈津他事实上是普丁的人对，而且是普丁的亲密战友没有普丁是没有瓦格纳的所以问题就变成他虽然打的是亲军策的这种的招牌，可是呢。还是妨碍到普丁的整个的威信跟领导，对所以普丁很快就出手，没错，你是我自己的人，可你这个行为我不接受，对，可是最后还是安抚他了啦，叫他到白俄罗斯先蹲一下，对，那部队是不是会把他解散？我也觉得不会，为什么？因为这支5万人的部队倒是作战能力很强，大部分是退伍军人，这退伍军人他们是身经百战的，所以在这个跟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对阵中乌军是
是吃足了苦头。那所以现在要把这个瓦格纳部队整个解散哈，把整个俄罗斯的这个战力哈把它瓦解的话，事实上也不符合现在俄罗斯的这个利益。所以我是觉得会用政治的解决，而且我认为普里格金啊是避一下风头，本人不但不会有事哈，我觉得他的部队啊基本上还是保存他的战力是最高的一个好原则。那怎么样他变成了更受节制？对，受这个正规军的节制的部分哈，我觉得倒是目前可能普丁比较伤脑筋的一个做法。不过整个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普里格金他基本想要闹事哈，已经闹了2-3个月了。这个闹到最后的话，我觉得它是内部的因素。是，也就是说，收编的过程的话，内部有一些将领啊，大概是强烈反应，应该就是那些罪犯军。所以普里格金被迫只好走上这个兵谏之路啊。不过很快的休场，可见他本身并不是真的想造反了。是。我看过俄罗斯的媒体形容瓦格纳的部分，说他以前是手套，后来变成刺刀哦。那么现在这刺刀刺向普京，这个形容真蛮有意思，像俄罗斯的这种说法。当然，现在普京已经被确定，他事实上都始终坐镇在莫斯科来处理这次的部分的兵变。那么赖教授是怎么看这次的那么快的收尾？先看一下普丁的权威没有受到动摇，没有，一样可以指挥调动得了他们的军队。第二个，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俄国的国防部部长现在在哪里，你就可以推断得出这个兵变的事件其实处理并不难。这个最主要的是因为瓦格纳这支军队，它基本上本来是一个手套，也就是说，它原本是有点像美国的黑水，或是英国的这个佣兵。对，英国的佣兵组织比他们的正规军多了好多倍，几十万人。对，那分布在海外，为英国政府或是黑水公司为美国政府做那一些不得见人的、不得见光的事情。瓦格纳也是跟他们性质是相同。对在叙利亚，在利比亚，然后在这个我们看到在非洲他们都在专门做那些政府没办法做，对，但是却要用这支武装力量来做的事，所以它基本上的武力，它是属于非重攻击的战略性的武力，所以它不具有空军、海军、导弹的这个能力。对，那一个只有地面部队作战，而且只能够进行短兵相接作战的这样的一支军队，他自己知道自己的家底有多少，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知道他的弹药粮秣有多少。第三个，他知道他的兵员的组成，因为都是佣兵，是拿钱来当兵的，拿钱办事的。钱一旦没有发到他们的战士的手中，这些人他就走了，翻脸了哈，他就翻脸了。对，所以他们很清楚，所以断了金流，断了武器弹药，断了粮秣，这一个军队就没有用的军队。所以普里格金他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底在哪里。那他为什么会造反？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从一个本来做灰色地带的这个军队转移成为你刚刚讲的刺刀。对，刺刀就必须要在俄国的国防部的整个战略中，你只能扮演一个兵团的一个角色，没错，也就是集团军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是这个角色，你就必须要服从整个中央的调动。你一旦服从整个中央的调动，你的兵权势必要被拿走。是，那他本身在兵权不愿意被拿走的情形下，那他跟这个总长跟部长俄国的就矛盾就越来越扩大了。对，矛盾越来越扩大，这个战争打得并不漂亮。因为后来的我们看到，我们叫做绞肉机的战争打得不漂亮。是，后来就抽离战场，抽离战场以后由车臣部队进去，对，没有多久这个城镇就收复了。没错，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一支部队在那边地方打烂仗，就是要跟俄国的国防部要钱、要弹药、要粮秣。很可能。那在这个情形下，也就是说打的不像打仗的打仗，是，所以才会在那个小村庄打了几个月打不下来。是，那这样的，而且它是战略要点哦。没错。等到他一抽走以后，车臣部队一下去，没几天就攻克了。是。那我们可以看到，这支部队其实岌岌可危了。是。俄国普丁要收拾这支部队了，他先做一件事，
把他的战区的指挥官先解职，调到这支部队当副指挥官，是，其实就是准备要对普京下手了。所以普里斯金他很清楚知道他已经不被信任，他很清楚的知道他的下场。当他要发动兵变的时候，很快的他看到普京下令了。我觉得这个事实很清楚。我们来看一下北约。北约很有趣，北约第一个时间马上跟绍伊古来联络说，我没有参与哦。为什么他要做这个动作？他撇清责任。是为什么？因为当他撇清责任的时候，他害怕普京报复，对，把核武把这个战争扩大到北约。是，一旦扩大到北约，整个北约卷入战争，不是北约愿意做的事。所以我觉得欧美的国家在这个事情上，你可以看到只有高兴一天。对，请您稍微休息片刻，再回到新闻大白话。欢迎继续回到新闻大白话，我是王尚志。我们来看中国跟现在国际间之间的这个经贸关系。由于现在夏天的这个达沃斯论坛即将要开始了哈，所以呢有4国总理访华，这4国包括了巴贝多、蒙古、纽西兰、越南。那么他们先到的这一些总理的部分呢，跟国家的代表，那么这当中都表达了反对跟中国的这个脱钩断链的态度。我们看到这几个国家有包括拉美，包括亚洲地区蒙古，也包括纽澳地区这个代表性，所以大家这样子的部分的态度，以及达沃斯论坛后续的部分的影响，但现在就已经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的学者就表达说，在这样子的已经可以说亚洲、拉美以及南太平洋这样子有代表性的地方，特别是纽澳，作为同样是五眼联盟的国家呢，那么纽西兰的这个总理呢访华之后，他特别强调了跟中国大陆增进交往的信号。那么这样子的信号，对于现在全世界西方国家妖魔化中国这样子的节奏，相信能够有所改善哦。所以现在在这一次达沃斯论坛当中，已经来到第14届了。今年的题目叫做"企业家精神，世界经济动力"，会有90多个国家，1500多位那么领军的领导人物的话会与会。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次当中，尤其受到瞩目的，在中国大陆，我看到其实大概是报道最多的哈，应该就是纽西兰总理这个部分。那么纽西兰的部分呢，前总理凯伊。那么在这一次的当中，他特别也提到了哈，说其实西方国家的部分呢，一直要跟北京疏远，同时妖魔化。那么纽西兰的部分虽然跟美澳走近哈，但不意味着纽西兰不能和中国建立更加基于贸易的成功和繁荣之间的关系。那么纽西兰的态度是非常的可以说积极哦，包括他们这一次里头，无论农业、旅游、航空各式各样的知名企业的代表，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在先前，那么这次其实两国的部分呢，其实是最大中国是纽西兰贸易伙伴，这个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么是不是会继续从出口额从80亿美元增加到400亿美元？今后的发展还是很受瞩目的哦。那么所以现在包括商务部长王文涛也已经跟纽西兰的部分的代表的部长奥康纳，他们也已经有晚宴，都吃过饭了，双方已经开始进行了。那么可以说是部长级的方面的各式各样的具体的部分的交流。那么除此，纽西兰那当然这里头。那么澳洲的部分也表态跟进了哈。来看一下越南，那么越南现在的部分，秦刚会晤了外长裴金山，这个是在外交层面。当然，接下来部分也意味着看起来部分是越南政府的总理哈，即将要来访问哈。那么范明正总理是越南部分总理，那么秦刚也特别提到了哈，那么双方的部分会注入新的动力。那么这也是越南政府总理7年来首度对中国大陆进行的访问。当然，感觉起来现在在中美对抗的这2大国对抗当中，其实有许多的国家试着在双方的这个中美夹缝中要找到各自的方向。虽然美国还是在阻止，那么美国的阻止也使得全球的经贸陷入了又黏又拖的停滞局面。但是大家还是要找出路哦。所以这里头，当然最近美国跟欧盟也都强调跟中国会维持开放的沟通渠道，但现在也都说美国始终是对中国是有两手策略，一方面又说还是跟你有沟通，二方面的话还是打压不断的。那么中国大陆驻欧盟的大使称啊，那么
中欧的领导人会面也在积极筹备了。那么当中，当然最积极的都知道是法国总理马克宏。马克宏他特别强调了中美之间的一些议题没有达成一致，就不可能建立一个全球议程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呢，法国或者马克宏自己自视在这方面，对于跟中美之间，他也要有所角色。不能指令中美继续的保持冲突。当然，我们要注意到，其实布林肯在访问北京之后，因为拜登脱口说了独裁者，让双方究竟在外交方面是不是紧张？布林肯去是不是会白去一趟呢？最新，布林肯在电视节目当中表示说，拜登总统总是坦率的说话，他说得很清楚了，代表我们所有人说话。他说呢，我们将会继续做一些你们中国不喜欢做的事，不喜欢的事，你们不喜欢听的话，就像你们无疑也会做或说我们不喜欢的事。哇，感觉起来，郑亮兄，布林肯怎么会突然以为他会缓颊？感觉起来他是不是就跟拜登站在一起，独裁者继续下去了？他怎么能够指证拜登呢？而且拜登已经讲那么彻底了，他说我在任期间。我很少修改我讲过的话，对，他都这样讲了。这个事实上，布林肯，我们说这个叫忍辱负重去中国大陆啊。是。那坦白讲回来，共和党是炮声隆隆啊。那事实上我们陆续已经看到几个事件了。是。除了拜登在那个穆坎昌会说独裁者这个事情之外啊，事实上布林肯一离开，隔天美国那个海岸巡卫队海警船就进来了。对啊。就进来台海了，是 Stratton 嘛，对不对？你表面上看它是有降级啦，不是军舰嘛，对，可是还是一样进入台海啊。是，那结果中国大陆在隔天，山东舰也来了，没错。那我记得是29架飞机也在附近嘛，那有4架越台湾中线，是，这个等于就是把布林肯营造了一个氛围又打乱了。所以习拜会不开了吗？不知道。因为拜登在骂习近平是独裁者的同时，又说我很快就会跟习近平见面了，就不知道他那个底气的是根据什么啊？而且美国事实上商务部也在大概前天吧，就突然之间就针对那个中国跟芬太尼相关原料的4家企业做出制裁。是，那这个事情。那个美国争取跟中国做芬太尼的反毒合作，对，这个还是议题之一耶。是啊。结果你还没有协商，就先把人家干了。所以你这个是要干嘛呢？芬太尼确实造成美国那个吸毒人，听说有70%-80%都是芬太尼死的了啊。可是他是从墨西哥进来的，加工制造也是在墨西哥，那你自己没有办法办啊。对，就扯到提供原料的。那这个提供原料也不一定会变成毒品，没有错，就看你怎么管理。这是药物的，然后你这个还是一个合作项目之一啊，所以我真的不知道中美现在怎么往下走。是，江老师怎么看呢？就是大家看，简单说，就是习拜会现在是不是气氛变糟了？对，不仅习拜会可能会遥遥无期啊，事实上这些像这个叶伦啊什么哈，这一些美国的高官想要去跟中国大陆谈点事借点钱的，大概都没有希望了。起码会被摆一阵子啦，对，因为现在下一个可能就是G20在9月，当然还有2个月啦，这个中间看这个外交的折冲啊，美方怎么表现啊，那接下来还有就是在这个年11月的 APEC 的这个旧金山的峰会，这2个可以去，可是不见得会见面，就跟在这个香格里拉一样啊，香格里拉双方的防长都到了现场啊。连那个新加坡都给他们安排在同一桌吃饭结果还是相敬如宾啊。对，那个美国的奥斯汀还跨过2个人过去握手，也没有结果啊。是，那不见就不见啊。然后呢，后来这次布林肯他去，我认为他这次去贤命2件事情，一个就是要恢复这个美国国防部门跟中大陆国防这个恢复通话，对，没有达成啊，不同意就不同意啊。美国把事情讲得极为严重，中国大陆还是不同意啊。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大陆来讲是一个原则性问题。是。那么前2天美国的报道也出来了，就中国大陆已经正式用劫掠的方式给这个美国驻中国大陆大使馆一个正式的一个照会。
那么这是表示抗议，可能里面还有要求要美方做如何的弥补措施啊。那这个事情在这个国安会的那个记者会里面，是他的发言人也承认有这件事，可是他基本上还是跟着这个布林肯的调子一样走，说啊这个没有什么必要啊，这个是常态啊，外交上给这个劫掠啊，抗议常态，可是他不认为拜登讲的有什么不对，是这些都靠拜登混饭吃的，没错怎么可能出来？怎么可能出来这个替拜登啊打他自己的老板？不太可能的，因为拜登这个政府啊，基本上前一阵子他有一个幕僚长下台的时候啊，就反映出拜登政府他这个 administration， 他这个行政团队里面啊，这个风鹰拍马之风非常强盛啊，里面那个下台的那个幕僚长痛哭流涕啊，就跟那个布林肯常常就说，我跟这个拜登的关系形同父子啊，对不对？所以就变成就是说，我是觉得。这件事情很难有转圜，那除非美国做出一些具体的回应啊，要不然美国就得付出代价。最后2分钟请教赖教授，我们特别看在这各个国家叫找路子，纽西兰这个确实路线好像很鲜明、很强烈，会变成一个带头吗的感觉？纽西兰它是五眼联盟，但是当他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其他的4个国家都在仇中、反中、抗中的时候，对，他保持了一个距离。那经得起考验啊！虽然他的前任的总理有一段时间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有点改变立场，但是很快的回来以后又说了修正了。那结果他就辞职了嘛。那现在新的总理上来，他的态度很明显。我觉得经得起考验的时候，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这个朋友就可以交了。那你看纽西兰的总理到中国大陆访问，他不会只是经济上的合作，对，其实他还有地区性的合作都会讨论。那这个部分里面就看在澳大利亚人的眼中了。可是澳大利亚它不是这样的，澳大利亚跟纽西兰不同的地方是，澳大利亚即使在这一届的政府，它还是努力的想要把安全跟经济分开，是说我在安全上完全依靠美国，还是美国，所以 QUAD 还是很重要。然后怎么落实 QUAD？ 可是我们都知道 QUAD 是为了遏制中国发展，是，而且澳大利亚它还在最近参加这个美国、日本、菲律宾所联合举办的军事演习，是，而且是在这个南海，这个是针对中国大陆，所以很明显的，澳大利亚想把经济跟安全脱钩，对，安全上遏制中国发展，对抗中国，经济上要赚中国大陆的钱，怎么可能呢？这大陆人怎么可能说我一手让你赚钱，你再拿你赚我的钱，然后去来打我？这个怎么可能的事？这也太天真了。所以我觉得澳大利亚的总理一直巴望着要去北京访问，为什么去不了？就是因为北京到目前为止还不会邀请。对，所以这个就是构成澳大利亚就眼睁睁的看着他旁边的小老弟纽西兰都风风光光的去了，但是呢，他只能够还在那边巴巴的等待，说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希望有一天机会合适的时候，我可以去。可是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容易。各位好，欢迎收看2023年6月26号星期一3点钟的新闻大白话。首先介绍3位评论嘉宾，先介绍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先教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驻纽西兰大使介文吉介大使。上次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3位黄金评论员啊，首先这一节我们先集中来看柯文哲。柯文哲最近在民进党的集中火力，那么对他的这个可以说是展开集中火力来攻击他的之下，但是没想到声量继续冲上新高哦，而且他非常懂得丢话题哦。他最新的话题是说，不只是黄国昌来当法务部长，不只是要让黄伟汉担任 NCC 主委，他说他已经想好行政院长的人选了。来听一下。上次你点名了黄国昌当法务部长，你是认真的哈？他当没有问题的，而且他对司法改革蛮有想法的。我们现在最近有在做那个表了，就是说每个部位首长要推荐。你已经在做那个了？我们就在做研究，因为不是，因为这个总是要知道说。那我问你，行政院长你现在看起来 priority 最高的是谁？我等一下再跟你讲。好，我已经想好了。哦，他说他想好了，但是没有透露哦。只不过这里头当然有点争议。黄国昌的角色，因为过去尤其是深蓝选民当中对他是很有意见的，甚至讨厌的。他提出这样子的司法部长人选，难道不怕选票流失吗？还是黄国昌的部分在打压弊案？他认为蓝绿
都会接受的。那么无论如何，是不是都是现在在炒热声量，不断的丢出这个话题，还是他试着在投射一个他在思考描绘他真的未来执政的可能性越来越高呢？好，那么现在7月16号，黄国昌跟馆长要上凯达格兰大道，他们甚至邀总统蔡英文一起来参加游行哦。那么他们呢是在总统府的正门发表谈话，那么展开记者会，说要去送邀请函，但是呢被警方举牌哈。那么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究竟现在馆长是说他不会帮谁站台，他也没有要帮柯文哲站台，他没有明说。但是呢，只是说这个数据上跟他们这个行为动作上，包括最近的 MV 这个狗官的 MV 呢，是不是影片的流量各式各样，最后是拉高了柯文哲的部分的声势？其实没有明说，但是就是在帮柯文哲助选呢啊。当然，现在其实尽管如此，柯文哲的部分还是受到等于说民进党方面的集中火力。这里头馆长当然是一直在维护他哈，他也还是提出公平正义，所以是不是柯文哲馆长也算是柯文哲的一种侧翼呢？至少在回应上当中的各式各样的攻击。那么绿营的支持者呢，这位徐小姐呢，她说蔡英文总统怎么没有事先安排？你没出过社会吗？你就可以随便来邀请嘛哦。但不管如何啦，但最近可以看到这个由柯文哲或者是支持柯文哲的这个阵营当中的视觉策略很鲜明。除了馆长跟黄国昌这个部分的话哈，那么也看到他们现在用这个最近好热着哦，这个哥布林在描述的这个柯文哲在反击的这个部分，绿色哥布林是所有年轻人都知道的这个网络跟动漫的形象哈，游戏的形象。但他们现在其实绿营的部分要把抹白，把它暗示这是柯文哲，但是能够成功吗？那么现在的网络上看起来好像并没有成功，而柯文哲最近也很火大啊。那么针对于那么多人围攻他特别提到了说，他呛赖清德，你这个狗主人要出来回应，不要只是放狗咬人。来听一下柯文哲的说法。他们有侧翼、有立委、有名嘴，我们都只有柯文哲，所以他们都不用回答，每天都放狗咬人了。要不要叫狗主人自己出来回应一下？所以现在是希望赖清德可以亲自来。对啊。昨天这个放狗咬人，网络上也谈得很凶。其中呢，柯文哲口中的其中的一支那王委员他就特别提到了这个典型的威权心态，说错了就错了，他来指责柯文哲。那么另外一位的则也说，那么批评柯文哲说，难道你遇到了还要装可爱？当柯文哲自己在今天受访的时候有回转了温和一点说法，他说是这样，没办法嘛哈。那么被骂嘛，他被批评，气氛到了就会说这样子的话啊。那么民进党里头都在批评柯文哲吗？显然不是，至少高嘉瑜不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端午连假期间的很多造势活动，高嘉瑜跟柯文哲同台了，整个场面有说有笑，甚至有人说黏 TT 到这样子的地步。那么人家问高嘉瑜，你怎么没有怎么样一起咬一下呢？那么高嘉瑜说，他跟柯市长其实是有些互动的，人之常情嘛。他说，如果你刚刚麦克风给我，我会帮赖清德来喊一下。这个很聪明的这种说法，当然吴欣岱现在在港湖区要跟他对阵了他指责高嘉瑜说你是西龟挖大饼你不要去贴在一起。只是说吴欣岱的话一说，大家马上就说你的意思是说就柯是比较大的西瓜，赖清德比较小马上就被酸被笑那么当然现在民进党方面，其实王定宇的部分是持续除了批柯文哲之外，最近包括两岸的部分，那么无论是各式各样的，包括宗教方面，他都一直丢出两岸批评的话题。最新话题是王定宇说“质量”这2个字是大陆的用语，军方应该少用。王定宇也很爱指点江山，说三道四他说这些词汇他说军中当中举光日是培养精神力的，你不要用这些中国大陆的词汇，然后像发声质量。但是讲到这个地方，质量这个字有多少，包括蔡总统、包括苏贞昌都用过的话呢？所以你要硬要这样子讲吗？那么当然，现在两岸交流的部分，我们来看侯友宜的部分也开始抛出更多两岸的议题，包括缺工的问题，包括两岸交换生留台就业的部分的问题。
那么侯友宜这边指出说，其实应该要交换学生哦，甚至包括主要是让台湾更多学生能够留在台湾就业，因为先前我们都知道呢，针对于中国大陆有邀请或者台湾的一些学生到那个地方去实习，也是民进党的攻击的，所以侯友宜提出这个说法是让台湾学生留在台湾就业哦。当然这里头呢，赖清德他提出先前说跟习近平可以共进晚餐这个部分的说法。比照有关于现在两岸学子无论实习、念书或者是交流，教育部现在是几乎是明令禁止两岸学生是不交流的，真的是只许州官放火。对于两岸的部分的关系，包括和平之间的关系，难道是有任何的帮助吗？先请到郑亮兄。我这民进党因为柯文哲主张重启服贸谈判嘛，对。然后就开始攻防这个议题啊，我也看到苏贞昌今天也写了脸书啊。对，我觉得这个民进党会不会进入人家的坑里面啊？我跟你讲几点事实啊。对，今年4月啊，陆委会主委邱泰山为了向对岸表达善意，他还说希望对岸能够排除障碍，让两岸的服贸货贸谈判可以继续往前走。今年4月啊。那你现在王定宇啦，一大堆人出来批柯文哲在说要重启服贸，你是不是打到你自己人啊？那苏贞昌出来批服贸，用的是2014当年的全部的语言呐，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的局面了啦。是，那如果你这么担心中国大陆利用各种机会，两岸的经贸来影响台湾，那王定宇你第一个跳出来要求 ECFA 停掉嘛？对不对？对，而且蔡英文当家之后，2016到现在，台湾对中国跟香港的贸易的依赖度，持续都超过马英九时代，没错，对不对？你每年从中港赚了多少顺差啊？吃了7年的红利。是啊，所以你民进党要不要面对这些问题？我的意思说，你很容易打到自己啦。那我们另外来讲啊。那你在批服贸货贸，同时你自己不只维持了 ECFA， 而且你 CPTPP 你有在推吗？我请问你啊，纽西兰7月15号就要召开 CPTPP 的执委会，是，然后要各国来递申请案啊。我确定中国大陆的那个商务部副部长王寿文已经公开表示他要递案，对，他们已经做了2300个项目的评估了，没错，对，而且那个自贸的一些实验区也都有 CPTPP 的相关的法律条文了。没错。那请问台湾要不要递件？为什么王美花你怎么都没声音呢？关键时刻今天已经6月26了，距离7月15号大概只有2个多礼拜。没错。你怎么都没有声音呢？那陈建仁你怎么没有声音呢？请问台湾7月15号 CPTPP 的立场是什么嘛？表态一下好不好？那你有在做各行业的意见收集跟整合吗？评估还有法令都没有听。我跟你讲，据我了解了啊，对，你且不要讲那个整套的法令有没有送到立法院来审查了。对，我们台湾有很多农渔业，对于越南的农渔产品要进口台湾，是非常忧虑的。对，越南茶叶是不是要开放？茶叶，你要不要讲一下？对，越南的蛤蜊要不要开放啊？你要不要讲一下？都没有任何讯息所以你今年是不是不敢玩这个议题？那你就是又骗了大家一次啊！是啊，纽西兰7月15号就要召开 CPTPP 的执委会，我再讲一次啊，你今年不准备提是不是？因为怕伤害中南部的农渔业的选民嘛，所以你在讲蔡英文讲的啊，莱猪让他进来，我们 CPTPP 就可以搞定了。结果现在是你自己没有在积极提案，是，这要说明一下吧。所以我跟你讲，你如果真的要来搞两岸的贸易问题啦、CPTPP 的问题啦，我跟你讲，民进党你会被人家攻到不知道要躲到哪边去了。没错，你等着看好了。是，谢大使，我觉得这个柯 P 啊，他讲这个狗主人的事情啊，那个赖清德应该回应一下，因为这指明他本来是说就是说。放狗咬人的问题嘛，就是绿营的这个网军啊，1450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嘛。你看这些梗图做的这个啊，真的就是
就非常非常像民进党的风格啦。是，对。那后来记者问说：“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要赖清德出来回应？”他说：“是的。”所以他讲的狗主人就是赖清德啊。被这样一个蔡清德的竞选的对手这样指明啊，赖清德都不敢吭气啊。这个我觉得赖清德真的是遇弱啊则强，遇强则弱。别人对他凶啊，他就不敢吭气。是，到底还是系出同源。这个哈，两个都是墨绿的，真的打起来哈，真的就是啊，都可以抓到对方的要害了。不过这个部分你看看，就是说现在这个柯 P 啊，虽然台北市市长是毫无建树哈。可一选举起来啊，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你看他这个旁边这些人啊，你看都已经封关了，对不对？然后现在就要上去替他拼命了。我在怀疑是不是行政院长，是不是馆长啊？陈之汉，对不对？现在就等于掉一个悬缺啊，应该不至于啊，希望不会啦。不过柯 P 做事情，他可能体育部长吧？啊，不晓得啦。要不然，我觉得法务部长也很适合陈之汉啊。为什么叫这个黄国昌呢？是因为馆长本身是黑道出身啊，黑道治黑道不就是符合这个柯 P 的哲学吗？对。不过你看他现在啊，叫这人替他卖命哈，都已经先封关了，所以7月16号。可能这两位真的是拼了全力的，是，可是真的是把民进党啊，真的那些底都掀了，底都掀了。那所以就是说，柯 P 啊不会办事，可是也挺会选举的，是，这跟蔡英文真的是完全一样，跟这个蔡政府完全一样。然后呢，现在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对于这个王八千立委哈，老师啊，对不起，你们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水八千，对，他这个一天到晚挑这个文字，我看你们这个图里面，他自己也在用啊，他自己的脸书里面用质量，对，批评，然后他批评国军不能用质量。我跟你讲啊，王八千这个做法，基本上就显示了民进党根本就不信任国军，天天在挑我们自己国军的毛病，所以怪不得前一阵子日本的那个这个经济新闻报道说，这个蔡英文基本上根本控制不住国军都是一些什么外省将领在控制，所以呢，结果呢，蔡英文政府还否定，结果人家讲说。这个记者，人家经济新闻最后那个更正起说，这个是明明就是蔡英文身边人自己讲的，我们是有来源的。那我怀疑这个讲这个话，可能就跟这些就跟王定宇之流是这样，他们根本就不信任国军。那我就想说，这个情况这么不信任自己国军的，所以才会怎么样？一天晚上动我们的这些大学生的脑筋。没错。最近大学搞成念3年就可以毕业。然后最后1年拿来服兵役，对，这个真的就变成就是说，这个现在中华民国的政府整个已经完全，我觉得真的是完全沉沦了，完全沉沦，完全乱了套。对。然后今天这个选举，你看看蔡英文多久没有出来了，又不见记者了，是，什么事都没有了。天下一片岁月一片静好吗？完全不是啊！现在我今天。这个坐计程车，我问那个计程车朋友说怎么样，生意恢复没有？没有。放暑假以后这个生意更难做。是。那你看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在街上开车，大家注意一红牌的一般的轿车有多少？没有错。这一些红牌的就是怎么样跑 Uber 跑这些这个叫客的车，多少人失去职业啊？是。对啊，这个真的，所以这个政府不是说要公平正义。我们要一口饭吃啊！现在台湾老百姓连一口饭吃都难了。当然，你要公平正义，我们也觉得也是对的。是。而请教赖教授的是，其实我最近印象很深刻其实最近围攻柯文哲这件事，真的对柯文哲现在声量冲起来。我印象很深刻，我在王定宇跟这个洪申翰的底下，因为他们就在继续批评。我看底下就写了说一条狗出来了，就是说他这一句话又把他们所有都打回去。这个选举这个当中，真的还是得要有点思路我觉得要设计了，然后要创造一些话题对，以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先谈一下民进党。民进党如果在打4年前的那张牌，就是所谓的反送中啦、仇中反中啦、恨中的这个牌，因为这个梗已经用过了。第2次我们都知道，在媒体中我们很清楚，传播效应来讲，它的效用递减，皮掉了，打不起来了。
那王定宇他们还是活在旧时代，所以他们跟不上新的选举变化。再炒这个话题，只会让更多的年轻人说好无聊，对，没有新意，旧的东西。所以你看，连苏贞昌都出来用2014年的语言来反对艾克法的时候，或者反对服贸的时候，你看所有人都觉得说好无聊，是了无新意。这代表什么？疲倦了，疲掉了，没有用了。那没有用，但是民进党的这些人，因为平常都是吃香喝辣的，吃惯了，已经钝化了，对，没有作战力了。没有作战力，脑袋思维也不灵活了，因为是常常将大鱼大肉吃嘛，好处捞口袋，捞满了以后，整个人就钝了，钝了以后，坦白说，就跟人的身材一样，常常会走样，是走样以后，你看他就作战力就消失了。是。我觉得柯文哲目前来讲有2块，我想分析一下。第一块，他就是针对赖清德在打，对，因为这样的话，他不打侯友宜，他把侯友宜冷落在一边，边缘化，他专门在打这个赖清德。而现在的侯友宜，如果说他左右都不能开弓的话，他迟早被边缘化，这对侯友宜来讲是危险的。对，那柯文哲他目前来讲打2块，第一块就是逼着你赖清德说，你对于 ECFA 的态度到底怎么样？对，这个影响到台湾的工商企业界哦，是影响到多少的台湾的中小型跟大型企业，所以他要逼着你赖清德来回应 ECFA 你现在废不废？赖清德不敢回应，是这个就把赖清德降住了。ECFA 不废的话，服贸协议跟货贸协议就自然而然要通过，没有错。因为 ECFA 只是一个框架，它的骨肉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服务贸易跟货物贸易，这2个要把 ECFA 补足。那现在赖清德他自己本身不敢回应的时候，你看这对柯文哲来讲就顺势爬杆，就一直打下去。另外一个他就打什么呢？打赖清德说你是狗主人，直接就骂你是狗主人。对，你赖清德要不要出来回应？是，因为你是民进党的党主席，你民进党的党主席兼这一次的选举的候选人，而你养了这么多只狗，你的立委都是狗，你的名嘴都是狗，然后你的这些1450都是狗，所以只要有谁出来攻柯文哲，谁就是狗。对，这个厉害哦，没有错。那狗主人不敢出来回应，那些狗就每天被年轻人就贴标签。对，狗又出来了，狗又出来了。你再批评就是汪汪叫。对，就只要民进党的谁打柯文哲，就一定会有人贴狗出来了。是1450打狗出来了，名嘴打狗出来了，立委打狗出来了。是，所以任何一个民进党人都变成狗。但是赖清德不敢出来回应，没错。但是我觉得我对柯文哲有一点我完全不能同意，他现在派官会不会派太早了？是，因为被派的那一些人，如果一旦他没有当到的话，他变成被玩笑、被捉弄，他的颜面何在？像我们的好朋友黄伟汉，他如果到时候没有去接 NCC 主委的话，他的颜面何在？他被捉弄了，可是他如果现在开始都正面的报道这个柯文哲，黄伟汉你有问题哦，对所以现在只要哪一个名嘴或者哪一个被点名的开始帮柯文哲站台，或者邀请柯文哲去的话，那一些人就是准备被派官哦，此地无银300两。每一个人都不干净了，是不好吧？柯文哲，你派官派得太早了吧？哇，被柯文哲点名到好像也不是好消息。不过网络上就有人说，是不是这一波丢出服贸之后引来群攻，这根本就是柯文哲算好的呢？请您稍微休息片刻，再回到新闻大白话。